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官学研究院的院长。他也是我们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的客座研究员，对我们的教研工作默默的做了大量的这十几年如一日的这种奉献和支持吧，我们也是深表感谢。丁老师长期致力于宋明理学的研究，在当代儒学研究的共同体中吧，他既有深厚的学术积累，也有持续的公共参与，这个深切的这个现实关怀吧，就是像就是解决或者是回答或者思考儒家的天理是如何落实为人的这个主体精神。好，那我们就请丁老师开始给我们讲解。丁教授，请。好的，我现在站起来，大家看不见我了，但我首先要向窦先生、向建宝兄表达我深深的感谢，给我提供这样一个自我表达的机会。下来我就以非常简洁的方式，把我这个思路的形成向大家做一个汇报。大概我今天的发言就这个书我会介绍5点，但是就这个书的缘起，我一定要说3个案例，把我这个思路的形成给大家做一个，就我来讲，做一个细致的稍微清楚的汇报。世纪初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中国人是如何产生的，中国文化是如何形成的，历史上的儒学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就是这3个问题推动着我在2010年的时候报了一个国家社科的重点课题，叫儒学的发生学研究，特别从生存向度来追溯儒学的形成。这个课题完成之后，给我留下了3点非常深的印象，这也可以说我致力于学术思考永远没有办法忘掉的。一个就是咱们所说到的传统的6艺，一说到6艺，就是礼乐射御书数。那么如果在对应于人类文明的进化发展史，这个次序总是让人感觉到有点怀疑。所以当我研究了这本书之后，我发觉这个礼乐恰恰是3代文明的一个休止符。礼乐之所以打头，也说明6艺休止于，当然休止不是停止了，就是说它形成于周公的治理作乐时代。那么就原始发生而言，则它一定是射御，这是代表着生存机能；书数，这是代表着文化创造；到礼乐就形成道德理性的形成，也是儒家的产生了。所以我就形成了一个历史上的发生的顺序和我们人对它进行诠释的顺序的相互颠倒问题，这是第一个案例。第二个案例就是关于程朱的金本大学和古本大学，这个我从00几年开始一直在详细的解读，也就是说，大学原本是在就是墨子首先提出本和末，孟子运用不揣其本而齐其末，然后到大学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兼后，则近道矣。这一下就清楚的显现，这个大学一定是在秦统一之前
儒家所提出的自己的统一路线。至于程朱所重新诠释出来的金本大学，恰恰是适应于南宋衣冠南迁之后知识的大量成长、士人的群体出现的成长需要的。但是在这一点上，一定要把原始发生的顺序和我们后人进行诠释的顺序把它分开。虽然金本大学从1313年元仁宗皇庆2年一直到1905年，它一直是我们四书集注，也就是科举考试的法定教科书的首篇，它起的作用无论怎么样估计都不为过。但是它是适应于宋代形式的大学，而不是大学原本。大学原本是写给那个将来承担着统一天下任务的帝王的，所以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事皆以修身为本。后边又提到国不以利为利，而以义为本也。这是一种建国路线，也是一种统一天下的路线。这是第2个案例，我关于大学也写过好几篇文章啊。第3个案例就是20世纪我最尊敬的先贤徐复观先生关于周礼的考定。徐复观先生他永远带有人生的烟火气，但是又非常深入的钻研哲学以及民族精神的走向。他的两汉思想史在我看来是真正的知人论世之作。但是徐先生在考定这个周礼，也就叫周官的时候，他却一定把这个周官或者叫周礼和王莽与刘歆相联系。我反复的体味，我觉得他是仇视苏联的集体农庄制，所以他分析苏联的集体农庄制，他说这个苏联人不知道中国在2000多年就形成了这种什么形式。但是现在我可以说，徐先生为人我非常敬仰，但是这个考定他的出发点也非常好，但是他的过分正义的义愤扭曲了他的理智的观察。这是我在写发生于全史给我留下的3个非常深的案例。由这3个案例指向宋明理学，我就一定要对这个宋明理学的精神发生史和民族的精神追求史要做一个彻底的澄清。当然这里边这3个案例都包含着我在澄清历史事实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的底线，一定要注意它容易出现的偏差。所以这就导入了我的《天理与良知》一书它的5个着重点。第1个着重点，我在这儿仅简单的提一下，这个赵匡胤出生于洛阳的甲马营，可以说是军人世家。但是从唐代安史之乱以来，这个军人的武装专政使他兢兢业业的要思考如何能够确立一种文治社会。最近呢，就是今年以来咱们中央电视台放的太平年非常好的再现了这个过程。我从28集开始看，并且翻着《续资治通鉴长编》历史当中的细节，我一一的在进行对证，我发觉这才真正揭开了就是宋代政权建立的一段秘密。而正是这个秘密，他们确立了文治社会的方向，确立了厌武修文的方针，确立了重用儒者的宰相选择路线。再加上从
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这4代帝王持之以恒的努力，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就为宋明理学产生提供了一个强大的社会政治背景，由此就有了古文运动，由此就有了经学复苏，由此就有了范仲淹、韩琦的左题右协，由此就有了从庆历新政到西宁变法，这是一浪高过一浪的一种道德理性从氛围上的形成，以及重新建构文治社会的这样一种社会群体性的思潮。关于这个过程，我仅仅提到这个地方，就不再，就是大家可以通过对太平年的回忆可以补充这一点，这是我要汇报的第1点。第2点就是从西宁变法开始，王安石对不断的，如果用司马光的话来讲，就是不断的折腾天下，不断的搜刮民财，以天下之财养天下之政，从来天下没有缺乏财用者。所以他的变法，当这个变法用司马光的话来说，变成了一种全民的折腾运动的时候，这时候民间的知识分子或者叫士人开始了独自的寻找这个民族文治社会的千年不磨之基，这就出现了第1代理学家，这也就是从年龄上表达，就是邵雍，就是周敦颐，就是张载，就是程颢，就是程颐，而他们5位在年龄上相差20多岁，可是他们的思路，他们探索的思路，则是一环扣一环，层层进步，层层深入。比如邵雍是高人运士，隐居于洛阳；周敦颐则不辞小官，而张载则积极的奋进于政坛，程颢也积极奋战于政坛，程颐则积极的讲学。这个从他们的核心概念上，一下就可以看出来他们的层层深入。比如邵雍的太极，周敦颐的无极而太极，张载的太虚，到程颢的天理。当天理形成的时候，一个贯通天道性命的形上本体就已经形成，这是北宋五子莫大的创造。在这一点上，我必须要强行的声明，张载才代表着宋明理学的主流和中坚。这个话怎么说呢？就是在张载身上清楚地体现着3条线的交集。一条线就是由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颢从太极、无极太极到太虚到天理这样一条线，这是作为在野的思想家个体探索的线索。但另一个方面，张载身上还集中着另一个线索，而这个线索就是司马光、张载、王安石这3位都是政坛的人物，而张载地位最低，是理院同知，但是他们都提到了什么？都提到了太虚。这个问题就非常值得深索。这个张载在经学理库当中就提出太虚，为了澄清太虚，他专门深入到周易，而王安石则在老子注当中再次提到太虚。在这一点上，虽然王安石未必见到张载的正盟，但是他们在探讨什么？而司马光则专门注了前虚。那么
这个是官场的主流，他们在探讨什么？这是第二条线。第三条线则是张载独有的地域环境造成的。张载接受范仲淹的启迪后读中庸，虽爱之，犹未易为足，所以中庸就是张载的儒学发蒙之书。但是张载为什么从形状到张载传反复的强调张载犹未易为足呢？在于张载在读中庸的同时，就远近求诸世老之书读之。这一点在对佛老之学的钻研上，北宋五子没有一位能超过张载的。而且终南山一线六家七宗，包括佛道二教的走庭，都沿着终南线展开。这是张载一种特殊的地理文化上的优势，超过邵雍、周敦颐，也超过尔程。那么张载对中庸犹未易为足表现在哪儿呢？我仅仅提中庸和张载一个共同的概念，马上就可以见到张载为什么不足。中庸始终讲合外内之道，而张载则始终强调合内外之道。合外内之道是合外于内，这个咱们可以通过中庸的君子素其位而行，素富贵行乎富贵，完全可以理解。这个子思是把整个外在世界收摄到我主体的境界当中，所以要达到参天地赞化语，但这是主体境界性的参天与赞化语。可是张载绝不能满足于这一点，张载则一定要合内于外之道，所以他有一种庞大的客观性的关怀，包括张载和程颢的关于定性书的讨论，实际张载就在讨论的是合内外之道的问题，所以张载的客观性关怀是绝对不可少的。那么有了这三点，我们就看到，当我们把张载定位为气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学界犯了非常重大的偏曲之病。至于这个偏曲之病怎么发生，我到后边再说。但是我在这儿仅仅简单的把张载对宋明理学之开规模、定纲微的作用做几句话的阐发。第一，就是儒家的形而上、形而下的传统，自从周易提出，一直躺在文本里边睡大觉，直到唐代孔颖达的五经正义，照就是从文句上解释，并且照抄周易的原话。这就说明人们一直让他在文本当中睡大觉。而张载在钻研了佛老之道之后，觉得儒学如果没有一种形上的关怀，不足以含摄道家之无和佛教之空。这也就是张载是作为儒家形上世界的开创者。因为张载在经学理窟到横渠一说到正蒙当中，非常详细的探讨什么叫做形而上。王安石也探讨到形而上，但他表达为形之上，并且认为太虚是形之上。当然王安石是文学知识，这个咱完全可以理解，但也标明宋代的士人他们在思考什么问题。这是张载的第一点莫大的贡献。也就是说，当我们今天一谈到形上追求，这一点绝对的绕不开张载，因为他探讨了形上形下的关系，表达为有无浑一之常。这个表达的非常好，这是张载的第一点功绩。第二点功绩，也就是从墨家发端到孟子的运用，
到王弼的阐发，最后经过慧能的系统运用，然后胡元儿，这个邵雍都开始摸索着运用的体用方法，而这一点又在张载哲学当中达到了完善的地步。这个体用是从主体的角度讲，配合上形上形下的澄清，是从主体的角度挺立起一个形上的世界来。这是张载的第二个重大贡献。后来程颐的体用一元，先为物兼，到王阳明的知体之所以为用，则知用之所以为体，再到熊十力的体用伴，这个完全都要发源于张载。是张载把体用方法运用熟了，才给儒家提供了一个体用不二的世界，也就是形上形下相统一，现本体与现象相统一的世界。这是张载的第二点贡献。张载的第三点贡献就是什么？就是成名两尽，也就是自成而明与自明而成，这是中庸所开陈的文学路径，而张载则把它拓展为先穷理以至于尽性，与先尽性以至于穷理。其实后来的宋明理学，程颢、象山、阳明恰恰走向了一种先尽性以至于穷理之路，而程颐、朱子、罗钦顺，包括王夫之，则恰恰走向了一条先穷理以至于尽性的路径。这两条路径都在张载哲学当中明确的阐发着。我说的张载为宋明理学开规模定纲规，也就表现在这一点上。再下来第四点，就是张载以理为教，知理成性，变化气质之道，这个得到程氏兄弟的高调表彰。而张载之所以选择以理为教，就是要内外加持，外在的动作肢体同时就作用于人的内在心性。这一点程颢的表彰尤其表彰的好，这一点我就不再说。那么张载有这四点贡献，也是因为这四点贡献，我把张载规定为张载才是宋明理学的主流与正源。这一点在邵雍的哲学当中找不到，在周敦颐的哲学当中也没有张载阐发的这么系统。但是张载之后，因为张载的弟子东入洛阳，这就激起了观洛之学的一大公案。而在这一点上，我也不详细介绍，我的文章、我的书都把这个考定得非常清楚。我在这一点上对朱子有很大的不满，原因在于说张载从学于二程，首先是吕大林的形状，可是吕大林的形状当年就受到了小程的呵斥，而告诉小程这个消息，而得到小程纠正。小程说：“青年书御书诸御书删去，不为相存私言，几于无忌感矣。”若为义兄弟与表叔有同处则罢。也就是说，他们是把张载看作先辈，不仅是行辈上的先辈，而是理论探讨上的先辈。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形呢？这是一个逐层递加的过程。吕大林的记载仅仅是张载于二程经世论学，到了颐和经论这一段的时候，就加上了做虎皮讲周易。这个吕大林和颐和经在张载于二程1056年经世论学的时候，他们两个都是毛孩子，根本就不知道这个背景，所以颐和经还加上一句做虎皮讲周易，讲周易讲说了，然后背着虎皮就回陕西了。这个我觉得把这个可以作为就是观洛之学在互相争主流的这种表现。但是这一点是朱子最有资格澄清的，
尤其是颐和经认为朱子好像到京师去举办周易讲习班，然后变输了就回到陕西，完全不知道张载和二程的相会是为了来年春正月初6还是初7的1507年的天下第一科的科举考试而来。而朱子最有资格澄清这一点的，朱子不予澄清，他专门把颐和经的这个，在我看来就是完全自己生造的说法加以认可。所以在1073年他做六先生画像赞，就强行以表彰的口吻给张载定了一个永撤告笔，也就是把自己的虎皮给撤掉了。那么我把这个澄清，就是张载的2次说话，程颢的小程的回忆，包括程颐第一个弟子吕希哲的建议，一一的用4方面对面的方式把它澄清。也就是说，张载当时表达的是对程颢的表彰，根本谈不到程颐的义传。程颐的义传是1105年，这时候张载都去世快30年了才出来。所以我对这一点做了非常细致的澄清，就是不断的像剥葱一样一层一层的剥，再有一层证据说一句话。我认为朱子在这儿是存在着一定的偏私之心的，包括游作杨时，在观落之学这个什么的比高低的情况下，他们给张载加了许多完全不实的这个话。当然在这儿完全不必变，但是变的方式就是吕大林的《东渐录》当中引到程颐对程颢的回忆，而洛阳议论当中的最后倒数的第2条，我说这是张载关于学界品评的最后一条，因为他回到临潼之后就去世了，说当年就说伯纯优于证书，今见之果然。这个当年就是1056年京师论学张载给苏季明的转述表达，明确表达。所以这个问题完全可以澄清。但是朱子做了这个六先生画像赞，然后到遗落渊源录，而吕希哲的回忆也就在他的遗落渊源录的1009页。可是朱子没有心澄清这个问题，所以既然颐和经这样说了，我就说朱子这个张载坐着虎皮在京师讲义。其实以朱子当时的知识之渊博以及对北宋五子的了解情况，他是完全可以澄清的，但他不澄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朱子在1173到1175年这个3个年头当中，1173年做六先生画像赞，1174年做遗落渊源录，1175年的3月4月做了近思录。而这个近思录朱子是按自己的需要分配，所以他强行给周敦颐的无极太极说数之以千里的这个诠释。但是这就有一个问题，如果周敦颐的太极就是天理，那么程明道的吾学虽有所述，天理2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这就是贪师说为己说了。可是朱子当时主要是周敦颐无极太极就是无形而有理，然后张载以气学露面，这个程颐讲道育阴阳，然后依他的理气形上形下的统一收摄北宋五子，这是朱子主观上的安排，但是这个安排就存在着一些偏曲不公的地方。原因在哪儿？
我从明代人对张载的诠释和解读当中，发觉他们都是从近思录当中援引的张载的话作为评判张载的标准。这个诸子语类当中把这一点表现得更分明，他把张载的正文分为进入近思录部分和没有进入近思录部分。进入近思录部分都是选取张载论气的部分，而不进入近思录的部分，则是张载谈论形而上的太虚本体的部分。所以，我认为诸子的近思录对北宋五子进行了，当然就是说他没有办法摆脱个人的观点，这一点咱可以理解。但是这个是一种诠释的路径，是诸子站在南宋对北宋五子进行选择的路径，而不是北宋五子思想之实际发生的路径。这是这个我认为就是从诸子对，也就是后世，当然在这一点上，诸子第一波塑造，明儒罗钦顺、王廷相、王夫之第二波塑造，然后到20世纪形成了第三波塑造，而这三波塑造实际上都是以诠释带解读，根本没有关心张载当时为什么要这样思考，为什么要提出这个概念，为什么要这样把握这些问题。所以我认为我们的文化当中，在古人在农耕文明的基础上，我们依自己的诠释代表对其客观含义的解读，这个没有必要过多指责。但是在咱们今天，如果把这两者不分开，我们就会继续重复古人的误会。这是这个什么？然后呢，二程兄弟就是沿着一个是道德理性之实践落实的角度进行高扬，这是从程明道的定性书、诗人篇等等可以表现得很清楚。而程颐则一直在乡间讲学，所以他的先穷理以至于尽性，对道德理性的天理进行普遍性的拓展，这个也都完全是合理的。但是这种情形到了诸子这儿，他对这兄弟两个，包括就是他对北宋五子、北宋六子进行了层层筛选，实际上他是以他理气哲学为核心的。通过理气哲学如何成为一种宇宙论的秩序原则，对前人的理论进行选择，这个选择在一定程度上无可指责。但是如果搅乱了客观的历史发生顺序，那么这个是应当澄清的。比如说咱们现在一说到理学流派，就经常表达就是什么，就是联络官民。但是这个表达在二程、在吕本中、在吕希哲的这些表达当中完全是反的。吕本中在两宋之际就说，理学还是横渠，而正书其次也。这个吕祖谦在给近思录作序的时候，其的次序也是张程之学。这个张思义在评价程颐之学的时候，就把张载之学和邵雍之学作为程颐之学崛起的两大背景，或依于理，或基于术。基于术是邵雍之学，依于理则是张载之学。可是当咱们今天表达成一种固定的程序，联络官民之后，这是明确的把张载作为二程的弟子，也就是说诸子所定位的其源则自二先生发之。那么既然二程已经提出了天理，张载再提出太虚，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发展逻辑啊？所以我对诸子的这一点起码是绝对不认可的。那么当北宋五子到了诸子，有非常了不起的贡献，就是他把道德理性的超越性和普遍性
加以双向的拓展。超越性的拓展以它的礼先气候为代表，普遍性的拓展也就是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朱子的这个贡献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我们也可以用全祖望借中庸当中的话来评价，叫做致广大，尽精微，宗罗北代。这一点无论怎么样评价都不过高。但是朱子在他的东南三贤，或者说在南宋的理学群体当中，又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朱子比张氏大3岁，比吕祖谦大7岁，比陆象山大9岁，比陈亮大14岁。而他和这几位所发生的争论，让我后设的提一句，在朱子学之四传吴承的眼睛里边，这4个争论没有一个是必须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朱子和张氏的人说之辩，朱子强调的是爱之理，张氏强调的是心之德。心之德是一心助性，从主体境界一边而言，而爱之理则是从宇宙生化论的角度而言，这是2个不同的进路。但是呢，这个张氏明显的从概念上接受了朱子的表达，所以朱子还给吕祖谦写信抱怨，就是说我说的爱之理重，而张氏所说的张敬甫所说的心之德，在他看来心之德重，在我看来是爱之理重。这就表明2个人实际上一个是主体境界论的进路，一个则是宇宙演化论的进路，或者叫宇宙禀赋论的进路。再下来，朱子和吕祖谦的经史之辩，这个我已经不先再说了，因为我考察过这个问题，也写过文章。其实到了王阳明，到了李治，到了顾炎武，六经皆是。尤其王阳明的一是论之则谓之史，一道论之则谓之经，经在史中，史在经中，这个都做了很好的回答。但是朱子当时批评吕祖谦，在一定程度有一点道理。然后朱子和陆象山的在心机理和性机理基础上的尊德性道问学之辩，这一点尤其让人感觉到费解。既然千里在一草一木之中，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那么这个太极千里的最早获醒，必然是人的道德本心啊。可是朱子担心陆象山的这种学问讲得多了，人就张狂起来，所以他不惜下重手，一定把他拦住。但是这个拦有点过分，直到象山已经去世，他还给象山定位是什么？可惜死了告子。其实在宋代理学当中，真正识破、真正能够驾驭孟子和告子之辩的，只有陆象山，而朱子反倒辩不清的。再下来，朱子和陈亮，当然朱子比陈亮要大14岁，但是朱子高悬的3代的道德理性标准，与陈亮所表彰的汉唐的功利关怀，这个也并不矛盾。但是当朱子高悬的3代的道德理性标准在当时有非常重大的积极意义，也就是他要把历代的王权压上道德审判的天平，所以他就可以说出事关高祖、唐祖、唐宗之发心动念，吾恐其无一念不出于人欲之私。这个话就把历代王权压上了道德理性的审判台，这一点无论怎么样表彰也都不过分。但是陈亮反问朱子的，如果你这个道德理性的标准根本落不到实际生活当中，那么你这和事实之说，也就是和佛教的空论
又有什么区别？所以在我看来，这4位和朱子曾经发生论战的，其实都是为朱子的什么道德理性的超越性与普遍性在纠偏不避，都是在进行补充，从某一个方面在补充它的缺弱与不足。但是由于黄宗羲的宋元学案把朱子和象山的分歧理解为两宋理学入手的枢纽，而且这2个人又同时并且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张学成也说，朱陆是千古不可无之同义，也是千古不可合之同义。如果咱把时空就定在朱陆的时代，那么咱可以说朱陆确实是千古不可同之同义，千古不可合之同义。但如果咱把整个理学的发展的总体坐标拉开，把理学的大的指向拉开，那么陆象山的心机里恰恰处于道德理性必须依人的道德本心的方式自觉起来。这也就是陆象山讲学为什么要直指本心，先立其大，它代表着把道德理性的超越性与普遍性一定要落实到现实的人生中。所以陆象山恰恰代表着理学，两宋理学下一个环节的展开。这是只有咱们把理学发展的总体坐标撑开之后，就发觉这2个人处在理学发展的不同层次上。陆象山由此走向了理学的人生落实之路，这正是朱子天理论或者理气论必须关注的。所以我的第2个重心就是用立体的坐标撑开朱陆之辩，看到他们在宋明理学发展的不同的逻辑层次上。朱子有道理，象山更有道理，因为象山是在朱子的基础上一定坚持要把道德理性推进到人的日用常行之中。然后由此往后，这个宋明理学经历了2位不同时代之不同表现的挫折，这个挫折非常有价值。起码像吴承1249年出生，30岁的时候南宋灭亡。可是吴承的理论，对两宋理学来讲，可以说吴承是两宋理学给元代留下的一个真正集大成的总结形态。但是我们考虑一下，为什么吴承最后会走向象山呢？黄宗羲宋元学案把这认为好像这就是对朱子立场的背错了。吴承在福州内附就是祥元的时候就做了伯夷苏齐传，实际上是弘扬的是民族主体精神。当他在元代的民族压迫政策下，他要立起身，他就必须要有孟子的精神。起码从南宋的灭亡，他给自己隐居的不水姑起下2句，叫做什么？抱妻梁父吟，好歌出师表。这样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吴承的心智，但是吴承又面临这样一个天古儒者从来没有面临过的时代，所以他依次走过了人禽之变，依次走过了夏夷之变，到最后在他的同学的护持下，程巨夫的护持下，走过了是与不是的心理纠结。这个吴承代表着儒学在某种程度，咱可以用一种很重的话，
叫做亡国灭种条件下的儒者之自持以及自我立身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吴承对朱子学的批评就非常的深入人心。一个是什么？格物穷理者不关心身心性命，这个言这个什么者是只停留于言语训示之末，而且究人性者从来不探讨人性，却把别人讨论人性的问题在那放到一块儿参照互教。吴承举了一个例子，这就像到大都，也就是到北京去，这个人就根本不到大都去，他说你如果要到大都去，或买马或租船，2个月你就在大都。但是朱子后学呢，他专门干什么？他专门把前人到了大都的记载放到一块参照互教的解。我想吴承对朱子学的这个反省和批判，这是历史上所没有的。这也是吴承一定要用象山的先立起大的精神，要用孟子的精神，要用伯夷苏齐的民族气节来挺立自身在这个患难时代的内在的精神意志。所以吴承也刷新了许多朱子的理论，比如朱子所讲的礼贤弃武，吴承明确的把它就否定。但是没有人认为吴承不是朱熹的不是朱熹的弟子，吴承是最好的继承了朱子哲学。但吴承为什么能对象山这么心仪？而且吴承还明确的说，象山的书根本不能求之于言韵之末来理解。这就说明吴承对象山是深有理解的。但是大量的朱子后学他不理解这一点。再下来就是谁？就是明代的陈白沙。陈白沙先受限于科举，连考几次考不住，非常有才气，考不住，然后延来讲学得不到当时大儒的肯认，然后再自己独自筑个春阳台，几年不见外人之面，独自在里边钻研，仍然没有找到入手处。吴承一方面承认，就是吾道有宗主，千秋朱子阳，这是吴承40岁时，这是陈白沙40岁时写的《阳归山今日不再得》的诗。但是另一方面，吴承又要求如何能够寻找到一种学问，叫做自我得之，自我言之。不是吴承，是陈宪章。陈宪章在这3重的重压下，不得不返回到庄子，捐耳目，去心智，完全把自己退到动物本能的层面，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实现了孟庄的融合，实现了儒道的融合，创立出一种医师所讲的自得之学。而这个自得之学的第一次表达出来就是子思，就是儒家的心性之学。陈白沙和吴承、陆象山的这个经历，一下子把个体主体推到了时代的风口浪尖上，并且也提出了一个道德理性如果不能落实到个体的心灵深处，那么它必然会存在挂空的可能，而这一点正是王阳明的胜场，这一点也正是王阳明的担当。关于王阳明，这是我研究儒学的初始入手，从大学感兴趣到研究生研究王阳明，我就不再说。但是阳明的3系后学，我和牟宗三先生的选择略有不同。我也认为牟先生过分的高扬理论的圆融思辨，所以他一定要陶醉于王东锡的似有似无的上下圆融统一并且开出所谓的2层存有论。但是我倒觉得纠偏系的聂双江
还有罗念安这两个人，一个对应的是王龙溪一个对应的是泰州后学，他们是纠偏派，他们代表着阳明的一段真精神。这三系我都有非常详细的分析，但由阳明讲究恢复大学古本，讲究诚意，所以阳明就是大学之道诚意而已，不是外向的格物穷理，而首先是澄清己意，澄清做人精神。这一点只有从个体的角度，发自内心才能看到这一点的价值。所以阳明打出的第一个题号就是身心之学。15年后，阳明和罗钦顺的理论决战，在我看来，这是阳明良知说提出的临门一脚，就是罗钦顺把王阳明逼到悬崖上了。王阳明找不出，没有办法解释他编的这个诸子晚年定论，在史料上根本靠不住。那么王阳明只好退守到什么层面上？夫道天下之公道，学天下之公学。公道公学，公言之而已，非孔子可得而思也，非诸子可得而思也。然后更系统的标准提出了：求之以心而是也，虽其言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求之于其言而非也，虽其言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这就把王阳明已经逼到悬崖上，所以王阳明必须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精神，这才亮出了他的身心之学的方向。所以起手一段，王阳明是善于答辩的：夫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孔子以为忧。然士之讲学者有二，有讲之于口耳者，有讲之于身心者。讲之于口耳，揣摩测度，求之影响者也；讲之于身心，行诸习常，实有诸己者也。王阳明用这一点说：罗老兄，你到底讲的是口耳之学，还是身心之学？在王阳明看来，儒家的学问它一定是身心之学，一定是能够落实到个体心灵深处，落实到个体日用伦常当中的学问。凡是理论上只讲理论上讲说而不能落实的，它保证沦落为口耳之学。在这个基础上，王阳明就对诸子学有许多批评，我认为这个批评应当说是有道理的王阳明在这儿我就把它岔开，因为我对王阳明应当说这几十年从来没有离开王阳明，我就不再说。但是王阳明经过王龙溪的领悟思辨，经过泰州学派的自然日用化，渐渐变悟，这也是事实。所以我说这个聂庄姜和罗念安两个人承担的是一个纠偏于王龙溪的思辨，一个纠偏于泰州学派的自然明觉化。这两个就是黄宗羲所说的，只有这两个才真正坚持着阳明的一段真精神。我认为这个话是对的，那么咱们再返回到明初，就是当这个朱棣对方孝孺护灭十族的时候，这个曹端就是在担当道统之传的曹端已经26岁，他一定知道这个理学探讨是存在着很大的危险的，所以他就一定要把理学把道统引向排斥二师，就是辟佛排了。另外一个是一定要引向造化之理的方向，因为只有谈造化之理才相对安全一点。所以由曹端之后，薛轩辨析理气，罗钦顺辨析理气，王廷祥恢复元气，吴廷汉再一次的讲气，气道道其气
啊，气和道根本就不需要分啊，等等，一直到王夫之形成了一种方向。这个方向是什么？就是人家季文福先生的概括，我认为非常准。但是呢，我把他的次序颠倒一下，首先是批判陆王，然后是纠偏程朱，最后是回归横渠。我认为这样表达是对的。但是王夫之已经考中了举人，以第5名的身份考中，本来满心的要到京城去考进士，可是这时候明王朝灭亡了，所以王夫之作悲愤诗100句，然后以后又几次重复，几次续写悲愤，也就是说，他把他的功名之路完全寄托在陆王身上，并且认为陆王就是佛老。像王夫之所说的，哎呀，陆子敬一出，蒙古人就来了，这个王伯安一出，满洲人就来了。这个说真话，王夫之毕竟都是乡野书生，他根本就没有登过朝堂，也不知道人家政局是怎么运作的。其实明代的这些帝王有哪一个是真心信奉阳明心学的？我可以说几乎没有，几乎没有。但是王夫之从这儿开始思考，这是对的。可是他无形的加给陆王这么多，他把陆王视同佛学，这也是我对王夫之有一点点伤感的原因。陆王是一方面吸纳佛教的空观智慧，一方面确立儒家的主体精神，难道你看不清这一点？但是王夫之一定要从结果论，陆子敬一出引来了元人，王伯安一出引来了满洲人，那么你们2个就是卖国之学。咱们现在可以对这样的完全，因为他毕竟是个乡野书生，但是王夫之一生的探讨非常了不起。可是我总有一点点担心，哎呀，人家这个传山学刊总希望我给他们写个稿子，但是我有点不敢，原因在哪儿？如果我们抓住王夫之的某一个论断，抓住某一个命题，我们进行理论分析，我们可以把王夫之分析到现代哲学家的高度，但是一定不能脱离他的生存实际，他的所有的思想都是从他的生存实际当中产生出来的。离开了这一点，他的思想理论必然挂空。而且王夫之一生只做过2片记，一片小云山记，一片石川山记。哎呀，当我们大家不断的叫王传山的时候，不知道王传山做这个石川山记，他的悲剧性的命运已经苦到骨子里面了。石川之处于山间，这个石川还能行走吗？所以王夫之给自己提的联就是什么？当然有其张衡渠治正学等，这都没有问题。但是他的这个张衡渠治正学是他诠释出来的，不是张衡渠本来之学。还有一副字题是什么？6经择我开生面，7尺从天激活脉。哎呀，我读这个石川山记，我说如果把我放到王夫之这个地步，我可能一头就在石川山上就碰死，我可能就原因是没有人悲剧到这个程度。王夫之对这一点认得非常清，但是王夫之比较强烈的批判精神，他在做什么？一个解构理学的形上和形下，一个借用王阳明的用互权也解构其用关系，另外颠倒诸子以来的道契关系。
这就把他的什么？这就把整个理学所赖以崛起的方法论原则给彻底解构了，在这个基础上，他就只能凭着仪器之因缘生化来说明现实世界。那么明和满清的对峙，他一心的抗清复明的到底是气运呢，还是人心啊？看看王夫之的石船山记吧，也就是说，王夫之最了不起的贡献，就是从曹端、薛轩罗钦顺、王廷相、吴廷汉，包括当然也可以带上方一智，他们走向了一个对理气论探讨客观认知的路线。所以王夫之从佛教借用来的因所亦发能，能必复其所，这是展开了中国哲学的认知论的追求。但是王夫之的认知论并没有得到伸展，我把这概括为3点理由。一点理由就在于他把理学的立体肩架给彻底解构了之后呢，他的思想就缺乏伸展腾挪的空间了，大家只有仪器流行、音韵生化这样一为平面的坐标，所以他和谁都是死磕到底的精神。但是这一点，当他剥离了整个理学的立体肩架之后，这个理学只能在一为实然的层面上和任何人挥着宝剑一决雌雄吧。这是他的第一点，就是把自己的精神剥掉了他足以伸展腾挪的空间，没有任何回旋余地，所以他只能说6尺7尺从天起火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于哪儿？第二点就在于当时虽然咱们过去说中国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实际上那是科举制的发展，这些读了书也有科举之路很难找的，其实经商仅仅是一种自活之路，在农耕文明的基础上，它仅仅是自我生活的一种补充而已。这一点我认为不能评价过高，而这一点也没有中国的工商业者找到王夫之，认为王夫之的认识论指向非常了不起，应当予以支持。中国的工商文明根本没有发展到这个地步。第三，为了看清王夫之哲学的这个走向，就是他可能的历史命运，我专门选择了把王夫之对理学，包括对张载的认知和王夫之完全一致，并且他们2个相差105岁，专门把戴震的哲学拉出来和王夫之进行比较了之后，然后看戴震怎么样从王夫之的认识论走向知识学，又从知识学走向考据学。这是在面临满清文字狱的打压下，这是知识人、文化人唯一能够走得通的路。而这一点，它的这个结果，其实在王夫之的这几点当中本身就包含着，仅仅凭着仪器流行，仅仅凭着音韵生化，不足以抗衡于集权专制，得不到工商文明的支持，自身又消解了自身的精神肩架，这时候只能把自身演变为考据学赖以存身了，也就是钱穆所说的消遣神明之淋浴而起。这是我对气学的考察，但是我仍然要高评从朱子学出发的理气论演化出气学仪器，格物致知论演化出主体精神的仪器，而这2系
恰恰成为宋明理学留给中国人的宝贵的财富。这个宝贵的财富，从王阳明这个角度，从诚意阳明的诚意，到从刘宗周的慎独，到黄宗羲的人格自为、人格自治，到工商接本，一下改变了秦汉以来，以工商为末业这样一种社会性的产物。这就为中国以后个性解放追求个性解放，挺立主体精神，准备了思想武器。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就是王夫之因所亦发能，能必复其所，这个是在儒学史上非常了不起的贡献。就是真正，因为把这一点和张载比一下，他和张载完全相反。张载是轻视逼视见闻之知的，而王夫之则一定重视因所亦发能的知识，这是完全相反的。那么在这儿，王夫之本身也有局限。如果你问王夫之，你到底是理学家，还是向自然进军，对自然世界进行认知的棋手，王夫之一定认为他是理学家。原因在于他认为从程朱到漏王都发生了很大的错误，才给导致了民族的悲剧。可是他所塑造出来的张载呢，完全是按照他的气学。他为了满足气学的这个什么，他还专门给张载安了，张子正蒙给安了一片叫可状片，以凑够他的18片。我看到王夫之这样做，我心里边不知道怎么说。我说王夫之肯定是自觉的理学家，他一定要清理理学。可是清理理学等于在某种程度是解构理学，某种程度他把理学的方法全部解构了。但是王夫之事理过人，这一点没有问题。他实际上就是比如咱们今天全是太虚，太虚就是真空，并且他也有时候他不在张子正蒙注当中，他在思问录当中说太虚之神等等，这都是指的太虚天德而言的。王夫之知道这一点，但是在正蒙注当中他不能谈这一点，他只能谈一气阴云，他只能谈是为了把张载引到为他的气血提供支撑的地步。但是就王夫之的气血来讲，我在这儿再提一点担心，就是王夫之这两句因所亦发能，能必复其所，是非常好的认知论的思想。但是如果因所亦发能发挥不出极大的作用，那么它一拐回来，就拐到能必复其所，而这个能必复其所必然会形成，就是对所有的认知依我原有的认知进行解释的这样一种窠臼利变。这也就是我就在反复的思索，为什么王夫之的因所亦发能在咱们这儿发展不出来，发展不出来重大的作用，而人们一提到总是能必复其所，因为只有能必复其所，把你带有新意的认识完全可以收摄到我对传统的理解当中。这也是对，但是这不是王夫之的过错，这是能所二者相对而言互相勾连所必然走向。但是能和所必须同时解放，必须同时发展，没有这二者的同时发展，你任何大能最后都让所给收回来了。这也就是王夫之代朕虽然有认识论的指向，但是满清几百年始终没有发展出相应的认知论思想的原因。现在就进入到我的最后一点，
最后一个环节上，就是在这儿有一句话，但是后边我要说几句另外说明的话。这一句话就是为什么五四请进了德赛两先生，而德赛两先生恰恰是明代的心学与气学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所积累下的记忆，并且也只有这两系的互补，才能走出一条民族的崛起之路，或者叫发展之路。可是我们现在到底哪一方面强呢？这个问题值得反思。但是在我看来，五四的德赛两先生就是对明代的心学与气学的隔代回向，也是对诸子理气论与格物致知论的遥远的回声，也是对张载因诚致明、因明致诚两条不同的深化思想路线的遥远的回声。这是我的思路，大概说完了，但是我在这儿还有作为我这个书的结论的一点，我希望做一点点辨析。就是有同仁翻了我的目录之后，尤其把最后一节翻了之后，马上就给我发短信，你本来最后这一节应当是一章的内容，你为什么只用一节处理？最后一节是什么？就是超越而内在，与内在而超越。但是我怎么样回答同仁呢？我说其实我完全理解，也完全赞成你的看法，但是在我现在所处的环境当中，我不敢做这样处理，因为大家把这个问题看作是新儒家的东西。哎呀，我心里边就非常的伤感。这是真正就是按照传说，也是中国的人文始祖所开发出来中国最原始的智慧。让我背，也许个别字句背的不准哦。古者包羲氏之望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省略啊，下来一通神明之德，一类万物之情。在我看来，儒家或者说中华民族超越而内在，或内在而超越的智慧，就源于孔夫子对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的这一段解读。通神明之德，就指它的超越性而言；类万物之情，就指它的内在性而言。这两点永远是互相勾连、互相证明、互相说明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咱们看孔子由礼对礼的见履和叩问中阐发出人，但是如何理解人？孔夫子又说什么？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那么人和礼就是一种超越与内在的关系。一方面人超越于礼，但另一方面人的精神又表现在对礼的视听言动之中。这是不是超越？这是不是内在？
这是超越与内在的有机统一。所以孔子就可以告诉颜回说：“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也。”而且这样一种智慧，甚至是贯穿于中华民族各个流派的。我不多举例子，董仲舒，这是汉儒之宗啊，他就主张什么？善言天者，必有争于人；善言古者，必有厌于今。这个天人，这个古今，就是对超越与内在的最好的表达。如果再向下分析，陈明道告别王安石的变法改革，是最后一次对王安石的批评，就给王安石说：“我觉得天下的改革没有违逆天下之人心而能成功者。”哎呀，说罢就辞官而去。程明道的这个批评，程明道我始终认为是宋明理学的第一位高人。他的所谓的改革作为国家的大政方针，他一定是一个超越的理想。但是这个超越的理想一定要得到每一个芸芸众生心灵深处的回应，一定要得到每一个芸芸众生心灵深处的回应。这是什么？这就是超越与内在的统一，这就是超越与内在的统一。再向下分析，我们关系夫子李二曲回答顾炎武的这个什么？回答顾炎武的体用关系，说了一段话：儒家之所谓内焉而生，儒家之所谓外焉而亡。这个就成为后来熊十力阐发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理论根据。所以熊十力写出来《新唯识论》，内院师弟纷纷指责他，就是借用李二曲之语序等等。但内圣与外王就是一种内在与超越，或者超越与内在的关系。这样一种现象，让我在背王阳明的一段，这个只能背事情故事长，因为段落长。就是王阳明在晚年，大概在53岁吧，和张元冲在舟中相坐。张元冲呢说也要荐举二师，王阳明就说：本来儒家堂堂正正的3间大房，但是呢，后世不歇子孙守不住走先的遗产。见佛教，则把左边一边割给佛，这是你的，好，你就待在那儿。见了道家，好，这是你的，然后自己垂手肆立于中堂，还抱怨走先没有给自己留下来真正的遗产。而在王阳明看来，这个左右两间都是儒家的厅堂，所以我觉得咱们把这个不管是内圣外王也好，不管是超越于内在也好，把这仅仅看作新儒家的东西，就像王阳明伤感当时的儒生给佛老送家当一样，我认为这也是给港台送家当。其实这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最原始的智慧，并且它是人智双彰，超越于内在并举，天人合一，并且也就一定指向了我们54新文化的德赛两先生的率章
传告。我的我的汇报，我的汇报就到此为止。下来我请各位老师对我进行批评，进行辅正。哇，您喝口水吧，感谢丁老师的精彩的演讲。儒家是生命的学问，丁老师给我们做了一个具体的一个体现吧，他是用全副的生命顶上去来给我们来讲儒家的，我听得也很感动啊。呃，我们看看还有几分钟时间，有听众要提问吗？我看这里有一个艾老师，杜先生说，丁老师觉得把老祖宗留下来的最原始的智慧当成新儒家的思想非常悲哀。丁老师讲的真人可以再讲一次，你讲的太好了，我们想请您再讲一次。然后杜先生说他同意您对阳明的纠结啊，然后杜先生一直也在听您的这个讲解。这里有个问题，就是一个美国学者问，为什么要用西哲的词语来解释中哲呢？如本体论啊、主体精神啊、认识论啊等等。丁老师帮我们解惑。哦，您 mute 掉了，您我看一下。现在就回答嘛。可以啊，就这样回答呗。看，有许多认为，张载的太虚无形是气质本体，太虚无形气质本体，认为这个本体是借用西方哲学的概念，其实这个错了。儒家讲到的本体是内在本然之气，和西方所谓的本体论又可以汇通的地方，但含义不同。所以咱们一看到我对张载要进行本体论的阐发，马上就说，我这是看西方哲学看的太多了啊，所以你就一定要反对说张载是气学，而说张载是本体论。其实我对张载的本体是反复进行琢磨，这是内在本然之体，简称本体，也可以表达为本然关系。所以王阳明就有知行本体，本然如是，也就知和行的关系本来如此。所以在这儿只要用一个本然之体，我在这儿仅仅强调是内在本然之体，我认为这恰恰是中国哲学的传统。但是呢，咱们学界有一种让我感觉到有一点点我起码不大认同的，就是他如果不接受你这种说法，他就一定要把你向外推。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佛教带给中国的弊端，就是我不接受你的理论，我就说你是个外道，我就说你是个外道。其实就是我读过几篇，咱们把这个超越而内在视为新儒家的东西的几篇文章，我发觉包括香港的冯耀明先生，其实上个世纪90年代我就读冯先生的文章，他就在批评超越与内在，他就在批评超越，他用逻辑的方法证明这个完全不能成立，这二者其实他的超越的标准恰恰是从西方基督教借来的，恰恰是从西方基督教。这个我在文章当中是要说这一点，但我现在不能说。可是我绝不赞成，只要一说到什么我不理解、我不接受，我马上就说这是个外道，这是从西方来的，这个就是把自己走先的东西向对方送嘛。建宝兄，我就回答这2点，行吗？挺好的，我觉得非常好，因为儒家我认为是重天不轻人，也重人不轻天吧，这是你这本书天理良知的一个主要的意义嘛。它终究也不是一个知识问题，而是一个生命的问题。对，因为希腊哲学的本体论是我们中文翻译 ontology 嘛。对 ontology 它是一个 onto 是一个鼻音的，
在儒家这里，being 和 becoming 是不分的，所以也不存在所谓的这希腊哲学的本体论。所以杜先生自创了一个 continuity of being，就存有的连续性，所以翻译成存有论可能会更好一点。实际上，如果天理就在天上，那是悬着的，又在心里又是藏着的，所以它必须是由良知的自觉行动的落实。就像你说，就是见履啊、叩问呐，它才是活的。这样的话就是天德流行吧，就是唐俊毅的话。然后您刚才也反复提到熊先生的体用不二，这个细辟成变，然后最后就生生不息了啊。所以您对张载的这个抠的还是比较深的啊，他真的是把这个魏晋的无和隋唐的空拉回到这个儒家的生生不息的有啊，就像王弼回答那个裴度是吧？为什么老子天天说无，而孔子说有？因为孔子已经体无了，他没必要说无了。他是有钱人就不谈钱了，所以他天天谈有。这个老子他没有体无，所以他整本书都在谈无。但是张载就彻底用这个太虚啊，把这个事给立起来了。我觉得，这里还是要有一个人的自觉吧，啊，有人的自觉，就是我们去，是杜先生经常说的建宝兄，我在这儿插一句哦，啊，就是魏晋玄学的有无之辩，又让关中的一个高僧把它破解了，这就是僧赵论的哦，所以张载对这一段非常精熟，但是咱如果没有关中文化的这个发展史，你注意不到这一点，所以总是从有无的角度来论张载，我就差这么一点。你说的很好的，对，我上北大第一门课就是僧赵的那个赵论，对，确实我们现在缺少僧赵这样的人，因为佛教到中国340年了才出现一个僧赵，他把在鸠摩罗什的基础上理解，佛祖说的是空，我们现在说希腊哲学和希伯来神学也是在隔夜，还没搞清楚呢啊，所以我们既缺少这个僧赵的智慧去理解两西文明，也缺少子思的这个诚吧，修辞以地诚，作文以明道，所以还任重道远。我看看观众有什么问题吗？我再看一下，刚才您回答的非常好，您刚才讲的也非常好，你这本书好厚啊，有130万字吗？我觉得有吧。那个其实没有那么多，就是这个什么上面标的是203万字。为什么我在后记当中说，我说这是一个人陷入了一个无所逃遁的全天候的大兵团的作战，我把它比作我们陕西人记忆深处的中条山之战，这是殊死搏斗。但是我不是面向外在的，是面向我们内在的研究哲学的。起码在我看到，如果这种方法有问题，我就一定把它找出来，尽可能的排除。所以我说不是外向作战，是自己和自己作战。胆军是很厉害，我以前也见过路遥的，也是死抠，写一大部头的书，平凡的世界。我发现你们身上都有这种韧性啊，这也是中华不屈的具体的体现啊。我觉得你这个书我没看完啊，很抱歉。我觉得您的问题意识有创新的，你是想给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啊，价值观如何形成啊？就是你前面举的3个例子，实际上正好是儒家3期的变化：周孔之教，对吧？然后是孔孟之道啊，然后是后面现在的一个转化啊，德塞尔先生也好，工商伦理也好，对吧？但是现在这个事情还没有，实际上还没有真正的就是进行的很好吧，所以我们的民族精神和世界观的形成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啊。我觉得你的叙述结构也是有创新的，对这个
理学史不懂的人可能有点费劲，所以我刚才在尽量的就是说理解你讲的话，然后放在聊天栏里，让一般的非我们专业的听众也能够跟上您的思路啊。不过您对于这个吴承草庐先生的理解让我耳目一新啊。我以前以为他是朱子的这个就是呃传承嘛，但是我没想到他面对这个王天下的这个经历过这么多的一个心路历程，所以吴承跟这个王全山两个人都是在这个天崩地裂的时候，一种个人生命的一种极度的一种挣扎，同时也是一种反思，每一代都这样好像。吴承回忆他10年之间命运的巨变，就说他和这个程巨夫，这后来行使元的御史权，一辈子对他非常护持，而他们两个还有一个姓林的先生，10年之间，那一个隐于市，他成为农夫，隐于野，而程巨夫成为元的高官。但是吴承是学的非常好的，这个只有亲身经历的那样一个过程，才能体会他那个深深的感慨。我就仅仅加这一点啊。是啊，是啊，所以杜先生好像有一篇文章描述这个许衡和刘英的故事，一个去了忽必烈那里说不如此则道不行，一个是刘英待在河北易县的山沟里面，说不如此则道不尊吧。这种痛苦的个人选择，我们每个时代都面临这个问题。对，我觉得您的书解释地产也非常有创新了，不是一个简单的对立，好像你是用一个生命的学问来解释整个的气学、理学、心学，对吧？但是不敢说那么多创新，我仅仅是想把，就是进到古人的世界当中，就是他面临最痛苦的、最迫在眉睫的问题是什么？是的，是的。然后我尽量的进到他的世界，理解他的情怀，然后看他的理论。这个是我跟孟子学的一逆之，然后知人论事。对，特别你讲到六经择我开天生面，开生面，七尺从天起火脉，他这一代人真是苦，包括黄宗羲，就是散发不用棺木，但求速朽，就活着就是一种悲哀，就是一种悲剧，所以活着要有勇气的。王夫之的那个《石船山记》，我读一遍，简直是悲从中生啊！那咱们现在把它作为一个就非常轻松的说船山如何，船山如何，岂不知道他是用船山来宣告自己一生悲剧的命运的。对。然后您是官学研究院院长了，所以我觉得您对张载地位的提升有创新啊。我给 EMBA 上课，我就把那个范仲淹受中庸给张载那一段视频给剪下来，就18岁受中庸嘛，就是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在哪里啊。当然牟宗三先生也说了，从张载一路下来到刘宗周这条线是比较叫什么刚正的，顺的，是通的，人家是从客观面撑开，然后落实到主体心性层面，这是一个博大的体系。对，我也是个。另外，就对阳明的这个定位，你好像也是非常有创新的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是一个300年的历史挣扎，好像啊。所以牟宗三写完刘宗周，他就不写了。我也很理解，包括熊十力对戴震的批评啊。当然后来杜先生又扭转过来了，他在1977年召开了戴震那个200周年的会嘛，杜先生请了那些18个人吧，包括
冈田武彦啊，包括这个余英时啊，包括徐复观啊、戴伯瑞啊这些人啊，都交了论文的，所以对包括孟子自忆书证，陆先生都有自己的一些深切的体知吧。不过姚江之学确实现在比较流行吧。呃，当然你提到聂双江还有罗念安这两位倒是我们江右的乡贤了，确实是阳明正学尽在江右。对，这就是黄宗羲应当说在这一点上比牟先生认得更准。嗯，事实月中流弊百出，都唯江右都能破之。啊，这个话评的应当说是准的。牟宗三基本上也是同意这个话的，但是他把王龙溪提到这个原教的崇高的地位了，对吧？有心便是实，无心便是幻；有心便是幻，无心便是实。牟先生他有点走了龙溪的路子啊。我也在这个明代哲学史后边也写，我说如果能够起牟先生于九泉之下，我一定会当面质问这个问题的。因为09年在这个什么，在这个台湾中央大学到这个什么开唐牟的研讨会，我也向牟先生的弟子提这个问题。我说如果一种法言人而人病，那么这就不是人的问题，而是法的问题。理论的过分圆融，未必能够进入现实的人生。所以我认为聂双江的理论的不圆融，恰恰保持了每一个个体都能够进入这一个追求的这样一个圆环。对啊，这也是就是人生现实和理论之间的一种吊诡，看起来背反，但实际上相急。可是如果完全的相急了，这个理论就没办法发展了，这个人生也就到顶了。所以是的，是的，是的。所以陆象山也说了这类似的话，就是千古圣贤同堂和习的话，他们完全就不一样的，对对吧？他的气质之性，你想子路和这个颜回就不一样嘛，对吧？但是不影响他们优入圣域啊，对不影响他成为我们中华文明的 DNA 啊，对，就是反而是子贡失之于达，所以你说的特别好，包括陈来和陈中英对牟宗三说他是哲学的奇出啊，我觉得这个说的很对啊。牟宗三就是要十字打开，把儒家的哲学的面向，在回应希腊哲学的这个现代性转化的过程中，把它彰显出来。但它原来不是混沌的嘛，因为时代不一样的嘛。对对对，这就像陆象山形容孟子对孔子，哎呀，夫子一人发明私道，浑无瑕疵。孟子十字打开，更无隐更无遁。隐遁，对哎，牟宗三先生把整个理学的纲围给重新撑开，就是要防范他不要走向口耳之学，不要走向以学问标榜而游离了生命的学问，游离了这个孔子的位极之学。在这一点上，他确实是目光如炬啊，看得非常准。对。但是咱们现在，你要说真的去体会一下，读一下他的生命的学问，读一下对中国文化客观的了解与再造，可能人们都认为这都很迂腐了。而这些东西我经常读。好，谢谢那个丁老师，你也累了，时间也差不多了。您这本书呢，格局宏阔啊，当然可能也有继续推进的空间啊，再写200万字也无妨。不敢。第一个就是天理与良知这条主线极具解释力啊，就是中国人老是说，哎呀，伤天害理啊，对吧？这种丧尽天良啊，都是我们这个民族精神的一个无意识的集体无意识的体现。但是宋明儒学在政治、理学、经学与这个社会史维度方面，你可以带着您的团队进一步展开了
啊，包括当下的这个社会现实。第二就是全书对这个其他的思想家可能还有再发明的这个余地，对吧？啊，还有很多。第三就是，若是放在当代全球伦理与新儒家的语境中，就是宋明道学如何回应现代性危机的话，我们也值得一起努力了吧？好吧？当然，你这个都是打开了更多的问题，给我们提出了更多的要求。非常感谢丁伟祥教授的精彩的演讲，然后也感谢在线的师友啊，感谢这个杜卫民先生，也感谢北大高研院的这个行政团队，黄琦女士啊，是我们这个第47次精神文主义演讲堂取得这个圆满的成功啊。再一次感谢丁老师，我们这些会在后续的一些平台上继续这个播放，让更多的人能够沐浴到你的这个思想的光辉中去，活出更有通透的人生。谢谢，谢谢，好，那黄主任我们就这样，好吧，好的，非常感谢2位老师，再见，辛苦丁老师，辛苦鉴宝师兄，再见，丁老师。好，再见，